相信感情，苦一生。你跟身边的人谈感情时，他们却往往只关注钱。当你不再谈感情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时，反而会发现大家都愿意围着你谈感情。除了父母，其他的感情其实都是表演，只有你能给出利益，别人才能演得开心。如果你受到伤害，不要怪别人，怪自己没有看清现实。看看那些抑郁症患者，哪个不是被亲情、友情或爱情伤害的？不要花时间去猜测别人对你的感情，因为结果往往让你失望。每个人谈的感情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的利益而来，甚至你的父母也是如此。比如他们让你早点结婚，其实是想早点抱孙子，希望你嫁得近一点，是因为他们希望在需要时能依靠你。生孩子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快乐。问问自己，你生孩子是为了孩子的幸福，还是为了自己的快乐？如果真是为了孩子的幸福，你有问过他的意见吗？其实你是无意间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。有位学员告诉我，她老公对她不好，但父母却不让她离婚，觉得这样会让他们丢脸。你明白了吗？牺牲女儿的幸福，只是为了自己不丢面子，嘴上却说都是为了你好的。记住，所有说我为你好的都是在为自己着想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是如此。相信爱情，痛一生。相信爱情，别傻了。对男人来说，妻子不如情人，情人不如偷情，偷情还不如得不到。每个男人心里都有许多潜在的欲望，而每个女人却渴望独占一个男人的爱。男人天生喜欢新鲜感，喜新厌旧是本性。你过去最爱的衣服，现在还不是扔到一边？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，你也会腻。婚姻其实是反人性的，因为人性本质上是喜新厌旧的，怎么可能一辈子只爱一个人？可怕的是，你还相信爱情。结婚时，不应该说无论贫穷富贵，我都不会离开你这种空话，而是要说，我将违背我的本能，反抗我的天性，永远爱你。这其实是可笑的。即使再美的女人，时间久了也会让你厌倦。面对人性的喜新厌旧，避免在感情中受伤的关键是，不要把全部感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要时刻关注自己的投入程度。如果发现投入了100%，就要及时给自己降温。60%太冷，100%太热，80%比较安全。如果你特别爱一个人，就要学会减法，交几个朋友，把一部分感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，培养一些爱好和兴趣。尽量不要把感情寄托在活物身上，因为活物会变，会死。比如你养了一只狗，特别喜欢它，但终究会面临失去。人的变心程度比狗还严重10000倍。你敢深深爱一个人吗？这有多危险？当一个男人明明不爱你，却不提分手或离婚，他嘴上说爱你，背地里却在伤害你，这说明他根本不爱你。他只是想保留你这个傻女人，享受你的爱，同时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人。这就是典型的骑驴找马。只要他的条件成熟，他就会同时养着你和其他人，驴帮他做事，马带他去享受生活。所以醒醒吧，不要再被情感束缚。爱情的法则是，谁有备胎，谁就赢，谁专一，谁就输。相信情人，悲一生。有人问我，男人对情人真有爱吗？我反问他，什么是情人？就是那种不能见光、无法公开的关系，是偷来的情感。找情人的男人往往内心空虚，哪里有什么真爱？他们的欲望只是想满足生理需求，追求的是偷情的刺激和新鲜感。最重要的是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。男人不会主动提出分手，怕你纠缠，通常会慢慢冷落你，拖着你。当男人出轨时，只有0次或无数次的选择，所以别指望这样的男人对你专一。那些困在情感里的女人常常抱怨男人绝情，但在婚外情中，她们只想满足肉体的快感，根本没有情感投入。我得为男人辩护一句，男人其实既深情又长情，只是他们更加理智。
对情人他们可以深情，但对妻子却是长情。这种心态很矛盾，他们渴望你的爱，却希望你能够保持稳定，可以依赖你，但不能影响他们的家庭，可以深爱你，但不要波及他们的婚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有空会陪你，没空时你也得忍着。如果不小心成了别人的情人怎么办？别奢望什么真爱，要学会利用男人的资源。如果男人有地位，就利用他的人脉，自己先赚得丰厚的收获，等到分手那天也不会人财两空。万物不为我所有，但万物皆可为我所用。除了生存和利益，其他事情根本不算事，尤其是感情，那只是男女之间的游戏，玩玩就好，谁让你认真了？真正的高手在感情中从不动情。看看那些生意做得好的男人，大多在感情上能随时抽身，而大多数女人却容易陷入情感的泥潭，无法自拔，往往是因为目的和尺度把握不当，或经历的太少。当一个女人很难动情时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进入人生的巅峰状态，因为高手都是用情不动情。武则天之所以能成为女皇，是因为她不爱男人，只是利用他们。这就是无欲则刚的道理。所以女人要明白，谁爱谁，谁受伤，谁动心，谁伤心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